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明天10月10号不仅是我们台湾的国庆日之外，10月10号更对一个人非常重要。这个人叫做川普，因为10月10号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要揭晓的时候了。就在10月10号前，川普是加紧马力，他催泪了，我一定要拿到。你看到他在白宫竟然 po 上了这一张。这个所谓诺贝尔奖章的这个图片，还做了图文上去，而不单单川普自己要催泪之外，我们的总统赖清德在前几天的时候也帮川普来助攻。他说，川普如果能说服习近平放弃对台湾动武，就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好，为什么？因为最近这种停战讯号已经慢慢的浮现了，包括在中东战争上面，现在似乎有停歇、要和平、要停战的一个协议，甚至在乌俄战争打了这么久，现在和平的曙光也渐渐出来了。当全世界和平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会很紧张，这个人叫谁？叫习近平。当今天他原本是笑看川普要领诺贝尔和平奖，没有想到他现在真的惊到了。如果你今天能够把这两个这么难搞的人，纳坦雅胡跟普丁都能够处理好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是针对我来了呢？因为就在同一时间，福斯新闻专访了一个人，这位是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叫做张家敦。张家敦分析了习近平他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并且可能会在4中全会交权。我再说一次，就是即将要举行的4中全会来交权。这个说法加上刚刚的停战，这让习近平一种觉得完蛋了。当你把所有的战场都收拾完之后，你是真的要铁了心要来对付我的吗？宇轩，所以今天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明天就要公布答案了。我刚刚讲，这对川普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他只要一得到，我觉得我足够了，我满足了。今天他真的是催泪了。那当然，赵对于川普来说，诺贝尔和平奖是必得的奖项，因为你有没有看到整个诺贝尔，他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金色 Golden Nobel Prize， 哇、看到他就兴奋起来，所以他一定势在必得。但是他的角逐者众多，甚至包括我们节目很常提到的一个叫李老师，也在里面哦。那川普一定要跟大家讲说，他到底要促成什么样的和平嘛？那终止战争，这绝对是一个最容易的做法。因为你仔细想想，包括所谓的我们讲的以哈的一个冲突，以及呢俄乌的冲突，甚至是呢印巴的冲突，所以他等于是心里想一件事情：我只要有办法把这3个冲突呢给解决掉的话，顺利的话，那变成就是我就有机会荣登这个诺贝尔宝座和平奖的宝座。但我们这时候包括赖清德为什么要特别在这个时间点提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广播节目 podcast 哈，赖清德特别的我们讲的接受一个美国保守派的哦，坦白讲，我觉得这是一搭一唱啦。也就是说，讲了这么多问题，我就问到一个问题哈。解决印巴也好，解决以哈也好，解决乌俄也好，有比解决台海危机还更重要吗？没有，台海危机更重要。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跟你讲，这是等1、2、3个3阶，你解决好了，这就是你的了啦。对啊，赖清德他就讲这个嘛，所以他就跟这个意思是什么？川普搞不好几天下一步就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你仔细看哈，当他解决到我们讲为什么他真的有机会，各位，我认为他讲和平讲绝对不是开玩笑。你仔细看看，你去问加沙走廊的民众，你去问呢我们讲以哈这些民众。绝对举双手赞成。来，这是加沙的民众，当他听到说，川普我们这边要签和平协定了，以色列要跟哈萨，然后马上那样高兴的手舞足蹈，甚至有人跪地，他跪地，他趴下来，对啊，亲吻，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哦，他就这样做，太棒了，甚至是呢，他们都爱比这个手势哈。我们以前呢，大概30年前哦，比拍照最爱比的这个手势，来照的就是这个哈，有没有看到耶？对，爱比耶，你知道为什么比耶吗？因为耶其实啊，它是 peace 的意思。哦，他的手势里面本来就 peace， 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和平，甚至是呢，连加沙的民众还高举着巴勒斯坦的旗，就是庆祝说终于存活下来了。所以你看，真的很高兴。所以开始在那边唱歌跳舞，因为我跟你讲，对他们来讲，他们一直时刻在紧盯这个消息，幸福来得太突然，甚至是有这个画面让我非常动容哈。你会仔细听那个妈妈说的话，她说感谢川普，他们回来了，把我的儿子带回来，你犹如这个希望的火柱一样。甚至是哦，你不要以为说哦，只有这个我们讲的加沙的民众会感谢而已，以色列人会充满愤怒。No， 你现在看到有没有川普的大头娃娃？对，然后呢拿这个旗帜在那边挥啊挥啊挥，你有没有仔细注意看后面的国旗是什么？以色列的。对，是在连以色列人都在庆祝说感谢上帝，这场战争终于打完了。以色列开趴当然开更凶啊，直接我们就要开始了在庆祝跳舞喝酒，有没有看到？哦，这跟夜店没什么两样，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川普真的办得对，至少以哈的民众呢，非常的热情的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来得多突然，你知道吗？原本川普是没有要召开这个记者会，也没有要说明这件事情。他原本是在做一个反法西斯运动的圆桌会议，所以听起来就无聊，对不对？所以川普坐在上面也一脸很无聊的样子。那这时候呢，突然 Marco Rubio 就走过来，他就跟他的秘密讲对，他就像秘密跟他讲。那在 Marco Rubio 走过来之前，他有底下的幕僚其实早就已经先递一张纸条给他，还有纸条。对，然后川普就拿了看了那个纸条。Marco Rubio 讲完之后，然后他就干嘛？他就宣布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有临时的状况，以哈那边的协定已经快谈成了，需要我。所以我要马上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震惊，你知道吗？你知道震惊在哪里？因为原本 Marco Rubio 走过去的时候，美国人民呢屏息以待，我们两个吸了一口气。对，你知道怎么吸一口气吗？上次也有这种状况。对，也就是说我在开一个会议，你把我打断，临时走进来，很重要的，已经出大事。对，但上次是什么呢？不好意思，91。那时候是幕僚长，对，他跑去跟布希讲话的时候，你看布希这个眼睛，把酒背又把酒紧紧让胸丢。那川普这个表情反而不是，What's up？What's I do？ 就一副很轻松惬意的样子。但事实上，你看到这个表面，对不对？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随意？不对，代表说川普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背后至少有我们讲的数百支的影武者团队，都在帮他世界各地的场景以及世界各地的状况在运筹帷幄，所以你才第一时间他才有办法掌握嘛。所以你看他说我们在中东的协议已经非常接近完成，他们很快就需要我，而且要说什么？我随后预告，可能周末前往中东。对川普来说，我今天在全国的媒体公布这个讯息，我离诺贝尔和平奖就越近了。但是更厉害是什么？这一些幕僚们，他们知道，除了要捧川普之外，他们底下的运作那很细的。对，所以你要知道幕僚到底运作什么呢？因为你光看川普这个德性，你看不出来嘛？你看他只会觉得好爽啊！对，所以来。刚好 Fox News 刚好了哈，不管你觉得是不是刚好了因为他很厉害，你看他是先拍到这样子的，对，因为川普还特别把它拿起来看，就像你看到拿起来看，然后他就这样用这样照上去它会透光嘛，因为这个笔记写得很大力可能因为太激动了，然后他就把它呢映射过来之后呢，开始发现里面 We need you to approve a post on True Social soon, so you can announce the deal first。所以他们把这个字翻译出来，所以他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川普，我们要让你呢总统。报告总统先生，让你先在你的出social上发第一则贴文，等于说这个 credit 第一则要先给你来赚，但是我们在后面呢运作的过程中是把已经这个协定呢，以哈的协定和平协定第一阶段 Phase 1已经给谈妥，我们都处理好了。对，那你看川普也是这样瞄一眼啊，都不轻不重的，所以代表说其实很多事情啊，你不要看他鬼刚在空看行，都在底下里面去运作。而且你知道吗？他现在为什么我们说对中国绝对是有意见的？刚刚你看到这是以哈，对不对？但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哈马斯跟胡塞组织现在是不是都已经跟川普跟美国呢，希望能够慢慢的能够促成和解？对。这时候突然就有消息出来说，以前他们用的无人机零件都是中国制造的。他现在要对中国企业，我们讲开始发布攻击。来，你看15家中国公司呢列入贸易的我们讲限制名单。因为呢，他们透过呢我们讲的相关的公司或者是洗产地的方式，把这些无人机的电子元件运送给这些恐怖分子。那照我问一件事情那川普怎么知道？美国怎么调查？怎么知道？我跟你讲啦，绝对是这2个单位投诚了嘛。哈马斯跟胡塞组织一定有人把这个消息泄给美国嘛。他把给美国后，果然美国商务部就把这一些该制裁人全部都拿了出来。当我把其他的中东跟俄乌都搞定之后，我现在美国要跟你中国来算总账啊，剩小嘛。你看这个多细节，还有5家公司额外被点名说，因为是2023年10月7号左右缴获哈马斯的伊朗代理人操控的无人机。那当天这些无人机呢，造成了1200人的死亡，他连哪一批都算得出来。对，所以看这整个清单来，很多人看到这张表一定会感到很困惑，什么叫做 Address 16、17 and 18？这什么意思？为什么3个莫名其妙的地址？来，这是香港的地址。对，代表说我连你从香港民间的地址转传我都知道。那底下这些大部分都是中国的电子公司嘛，是什么全球好事啊，然后相关的英国电子这也太多了，全部都列出来，什么艾瑞啦、北京凯文啦、普雷瑞啦、瑞切斯啦。对啊，他这么细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吗？当这件事情一出来之后，我们讲哈萨克吓死了。
为什么我说哈萨克吓死？因为哈萨克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也就是说，当今天呢中国东西要运到了我们讲的欧洲去，甚至运到乌俄的战场去呢，它必须要必经行经之地。所以你仔细看哦，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大排长龙的画面，你看哦，俄罗斯从中国进口呢主要的补给路线，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全面关闭。光是在哈萨克边境呢，大概7500辆哦，跟那个中国的我们讲塞车一样，7500辆。全部都堵在那边，为什么？它一箱一箱打开来，所以我打开来看说里面有没有电池啊，里面有没有无人机啊，里面有没有晶片啊？所以呢，管制之后变得更加严格，因为毕竟哦，哈萨克在这边嘛，那这个俄罗斯在这边嘛，中国在这边嘛，那我们讲乌俄在这边，他等于说一定要这样绕过去嘛，他也不想要得罪美国啊。我到时候变成就是说，你说我是帮凶，然后来制裁我怎么办？所以等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一件事情，你川普要对中国要动手，所以我要赶快跑啊！这是他的事，你们事，我根本没有怎么样，吓死了！站队，每个人都是美国的好朋友。但是你看哦，现在俄罗斯哦，为什么他对乌俄战争呢？紧接着下一阶段他也很有信心，因为确实打到他们快投降了。你看啊，这是最新传出的一个消息，说俄罗斯是产油大国，对不对？整天到处就卖他们油，没有。最近他们已经改弦易辙了，必须要跟别人买油。你看哦，俄罗斯最近呢跟白俄罗斯进口的油量大幅度的增加，怎么个增加法？9月份的时候呢，增加了4倍，达到49000吨。以前只有他卖给别人的份，从来没听过说他跟人家增加份还增加，连柴油都到33000吨。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现在就连白俄罗斯原本出口，他以前出口都要靠俄罗斯出口的这个港，你知道吗？他就要发现说，白俄罗斯最近怎么出口那么少了啊？因为理由很简单，全部都被我们讲俄罗斯拿走了嘛。因为白俄罗斯其实只有2家大型的炼油厂而已，它的产量大概1年产量大概900万吨，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呢，一定要把这个缺口给补足。因为理由很简单啊，之前乌克兰所采取的战争策略，我不是有跟大家报告吗？炸什么？炼油厂。对，就把你燃油厂、把你的炼油厂炸到你，我们讲经济受不了，我管你多能打。那这样俄罗斯不是惨了吗？他每次要赚钱，他要譬如是给伊朗，譬如说要给中国好了，都是要靠石油，结果他现在还要跟白俄罗斯。这不是危险了吗？你看啊，仔细看这个数字你就懂了。它大概现在有1/3的遭到攻击，有4家停产，所以变成它的产量10月份呢下降到大概486万桶，比7月份还来得更少。但如果同期比较的话，跟去年同期比的话，它会下降的更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川普还有杀手锏，杀手锏端上台面，他说：“哦，既然你现在那么惨，是不是？好，我给乌克兰一个东西，就一件武器，就叫杀手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日本也有什么东西？战斧飞弹。对，为什么？它可以打击到1500英里。1500英里是2414公里，说它可以直接炸到莫斯科的，可以从基辅炸到莫斯科，吓死了。对啊，他就是在恫吓你啊，一直说要不要来谈啊，要不要来谈啊，要谈赶快来谈啊。而且你看哦，我们讲中国现在惨在哪里啊？俄罗斯现在已经自己焦头烂额，没时间顾你中国了，对不对？结果没想到，连中国原本的好兄弟想说兄弟，你一定挺我到底，他的巴铁兄弟，也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呢也跑到白宫去了去找我们讲川普，而且还带着爬丘类，这带着爬丘类吗？他就带着，这是我们的矿石啊，因为他知道美国现在最需要什么，稀土嘛、金属嘛、矿石嘛，他就直接带这些去跟你讲说，我们可以 offer 给你。那请问一下，这不是打中国脸吗？他以前是中国好兄弟，再来，中国一带一路里面巴基斯坦是最重要的目标。结果呢，原本一带一路的铁路，你看原本的我们讲的中巴铁路设置在这边，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瓜达尔港，就美国都说没关系，我也帮你另外盖一个港，叫做帕斯尼港。那盖这个帕斯尼港干嘛呢？就是要把你的相关的资金，我会帮你融资，我会帮你出钱，美国版一带一路。但是呢，你里面的矿产呢，跟我相关的资源，必须要提供给我美国。那你知道提供给美国重要性在哪里吗？代表未来的电动车跟相关的精密零组件就不会落空了嘛，因为电动车最需要这些重要金属啊。然后你去问这个巴基斯坦人说，你这样中国会不会有意见啊？就你知道吗？巴基斯坦的高层直接跟他讲说，我们跟北京数十年的传统，但我们不需要跟他商量。他前面说北京数十年的传统关系，结果我们不需要跟中国商量。对，就我们感情很好，但我不用问他啊，我就要跟美国。他说我们现在未来本来就是要这样子玩这种跷跷港平衡。这中国也太尴尬了。所以 NOU 都已经签了，军事相关的工程的 NOU 已经签了。所以你想想看，这时候我们再把主角回到中国。相对于我们讲川普要去得诺贝尔和平奖，这现在习近平最担忧的是自己保住自己的大位。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讲到这个张家敦，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这是美国之美派他是对于中国非常了解的一个专家。那常常呢，川普政府会透过这个张家敦呢，在 Fox News 有没有看好张家敦、川普 Fox News 一听就知道就是他们自己人嘛，放话，他就说最近中国内部常常产生很多的矛盾的问题，而且关税的问题川普做得好，已经让他大权旁落，所以他认为呢，在4中全会甚至是在未来短期的时间，
他可能会什么？他可能会双下。什么叫双下呢？就是他的总书记跟他的军委主席都有可能面临挑战跟面临动摇。你说四中全会总书记没了，军委主席也没了，有这种可这样能性。他什么都没嘞。对，所以他就说，为什么川普现在突然间呢跟他讲说，我跟习近平的见面要再缓缓？原本大家预计是说，哦，可能我们讲的9月、10月，但现在已经9月、10月了嘛，那可能到 APEC 呢会有一些所谓的场边会议，但场边会议不算是正式的会议，大家期待是说有第三个国家2个元首可以坐下来面对面谈。所以在这个情况，你想想看哦，如果说你都已经要下台了，那我干嘛这时间跟你谈？所以他预计可能会等到明年的时候呢，川普会再看看状况，是不是要跟习近平谈？毕竟哦，他现在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他要成为世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啊！只要成为拿到了这个金光相向的奖牌啊，对他来讲呢，什么川普什么习近平的问题，可以先往后放，你先活下来，我们再来谈。玉凤，我们刚刚讲，现在川普是什么？他就是不断的施压习近平。除了施压之外，他在国内他也进行一波大扫荡。什么样的扫荡？你只要跟中国关联性非常非常深的，甚至你有可能当中国的间谍，你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力非常深的话，我全部都要清查掉。你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是谁？感觉是一个大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人叫做王义斌，这个人是中国籍的，结果没想到是 FBI 有问过他之后，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但是 ICE 来之后，他就被抓走了。对，过去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说 FBI 不是非常的凶狠吗？类似 CIA 一样的情治单位。但是告诉大家，现在来说的话，ICE 更是凶狠。这一个人，你说他是大妈，但其实人家是非常厉害。原本呢是中国的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对。而现在来说的话，他叫什么？他叫做在美国的侨领，什么意思？侨领，他是侨界的领袖啊。过去来讲的话，很多中国的领事馆有一些活动，包括新春，包括中秋，他都是干嘛？负责在这个地方带领大家的，权力非常大。对，甚至呢，大使馆的一些新春包啊，也是由他来发放。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你上次看到他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应该就是我们之前的总统蔡英文在那个地方过境的时候呢，结果他带领人去抗议，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在当地是非常的有活力，甚至呢，可以讲话剧也跟当。你看他都是什么推动旗袍之美啊，其实这些都是他们侨界的一个活动。而过去来讲的话，他曾经因为什么事情被 FBI 问呢？他是那个时候结婚，之前有去结婚，结婚之后呢，带了他的小孩飞到美国去，可是呢，很快婚姻就破裂了，所以他被美方认定你这是假结婚嘛？假结婚，你随便找个老公，然后呢带着小孩飞过来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办法过关，那就给你绿卡；没有过关，那没有绿卡。那没有绿卡，其实也不妨碍他在纽约这个地方在侨界的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川普已经下了一个决定了，你们这些可疑之人。可疑之人是比较特殊的用语，直接他们就讲 spy， 你就觉得他就是间谍，所以呢他就上门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写了 police， 而且呢上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 federal agent。Federal 是他们联邦的意思 ，Federal Agent 直接上门去抓了，所以抓了之后呢，其实很多人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你只要人到了美国，就算你结婚之后呢，没多久婚姻破裂了，但是以前在拜登时期这都没事，对，我只要进去。你就奈我何，你就无法奈我何。但现在的话没有，川普真的去处理他们了。好，那除了他之外的话，最近还有一个人。他也算是倒霉，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外交官，他竟然被极右派的人拍了这段影片。这段影片你一看到破水瓶就知道了，这 Daniel 照是怎样被偷拍了。对，而这一个人就 Janice O'Connor， 他就去把他偷拍了。偷拍了之后呢，他就问他一件事情：你是不是交了一个女朋友？他也承认他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呢，人家问他说：可是呢，你身为这个 USA 美国的外交官，如果你交了一个中国籍的女朋友，你是不是要上报？他那时候想一想，他觉得因为爱情，他选择了背叛他的政府，你知道吗？他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那个时候呢，他是拒绝去 report her， 因为他觉得他有可能是 spy。然后呢，这个女生，这个中国籍的女子，她的爸爸其实就是中共的一个政府官员。不是吧？所以他是跟中国高官的女儿交往。但是呢，他还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说这样子我觉得 I always thought that was kind of unfair。为什么我一定要去通报呢？我通报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嘛。他告诉自己一件事情，他在说服自己，如果我真的要跟他走入婚姻的话，那我再去通报。对。那如果我没有要走入婚姻的话，那我就选择怎么样？不通报。
但是你知道吗？这东西影片直接被 PO 上网络了，社群媒体 PO 了之后呢，你在 Twitter 上面 PO 了之后呢，现在 Rubio 知道这些事情，就把他给杀头了。没有就处理掉他了。对，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是美国的外交官，不管你跟这女生到底有没有要结婚，现在川普已经下令了，所有有疑虑你就要通报。好，那除了这些状况之外的话，你知道吗？跟中国籍有关系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他是真的纽约警察哦，他这感觉可以啊，啊，对不对？你看他穿了全副武装，然后呢，这个防弹背心，然后手铐。感觉上就是一个真正的警察，那他是真的警察吗？对，他是真的警察，他是纽约的警察。可是呢，你知道现在上新闻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请了病假，因为他做了一个心脏的一个手术，但是他全副武装去哪里？去莱德杯的一个开幕式。你知道他竟然这样子哦，噼里呼噜的全副武装的情况之下，竟然闯过了安检。闯过了他们的国安体系，然后呢，他甚至告诉别人他为什么来这里，因为他是配合的保安小组，竟然就真的混到进去川普的身边。你说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警察，结果竟然让他瞒天过海，真的混到川普旁边。对，这太可怕了吧！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又是中国人，他为什么会露馅呢？其实都没有人注意到他，为什么？因为他穿的这些战术装备都是合法合规的，他就是 NYPD 给他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可是呢，他竟然在操作他的弹夹的时候掉在地上。你想想看，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操作弹夹？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呢，就引起了他们维安特勤的一个注意。然后呢，就讲说他到底是谁？后来因为没有，他也不是你们的你们的配合的一个保全吗？没有，马上把他给压制。可是重点来了，这个地方在莱德杯的这个开幕比赛，除了有川普以外，还有川普的孙女。对，所以呢，你现在你的身份这么敏感，然后呢，你照道理说你应该是休病假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你怎么会有全副武装，甚至你怎么会有配枪？等于玉峰，今天这一起事情发生之后，也难怪，只要跟中国相关的人，像你刚刚讲的，跟政治是有关系的，甚至跟这个所谓外交官交往的是有关系。难怪会杀头，你都已经跑到川普旁边了。对，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武明利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他的律师说，哎呀，我们只是想说用这个身份有没有进到莱德杯去看这个高尔夫球的开幕式，但这个恐怕无法过关，因为你全副武装，而且你休假期间你又去领你的配枪，最后你混到川普的身边，再加上你的一个身份，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过关。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想要是张家敦，他说什么？习近平在4中全会之后，可能总书记是要被拔掉，军委主席是要拔掉。我们刚才也有讲，川普不断的施压他，所以我想说，习近平现在最怕的完蛋就是川普，你完蛋。结果你跟我说不是，他现在最怕的一个人是谁？竟然是我们的委员王世坚。王世坚在抖音的这一首歌，你一定要听，听完之后，原来习近平这么怕他，有原因的。人应该从从容容，有男有女，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看见什么了？你在哭什么了？没出息。真的出大事了！习近平听到这个。你在暗讽我没出息吗？我跟你讲哦，世坚委员真的反攻大陆了，你知道吗？大陆了。现在中国真的不同的地方，现在我已经看到有几个版本：钢琴版、爵士版、演奏版、摇滚版、rock 版。对，然后你知道很多这个网友不断的在那边唱了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不是深绿的吗？为什么我会这么认同他？你知道？然后他们就讲啊，他就说，其实哦。他虽然立场跟我们这些其他的一些中国人不一样，但是他们觉得他有看到那一种民主问政的精神，他们觉得其实很感动。你看现在这有什么版？这一堆中国人，大家变组乐团我的天哪！这舞是组乐团，已经有乐团了，好不好？所以呢，他们当然有的人是觉得啊很有趣啊，那有的人也认为说，其实他的所有的歌词有点出他们的心声。你说。王世坚委员当时的每一句的字眼，他都戳到了中国人民最软的那一块。这些话我不能在中国说，我只能透过这个方法来跟中国人民讲现在的领导人在干什么的。是，
就是说领导人习近平你没出席，但是我能这样讲吗？我一讲马上没事。那唱首歌总可以吧？那他唱的这个歌，其实歌词看起来也很有意境。你在哽咽什么啦？你是在哭什么哭啊？我们都没哭了。而且什么睁眼说瞎话？是，而且你知道吗？中国人他们就说什么？他就说他的歌声里面无奈却深厚，然后而且带着温柔的坚强，温柔的坚强，无奈但是又带有温柔的坚强，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这是500版，听说他们封他为400，就是现在。然后呢，有人称他是被政治耽误的巨星啊，甚至有人跟他说，世界委员，他们不叫他委员，他就说，这个作词的这个政治人物，你要不要把下半首做好？这个更厉害。他说他们现在，你看任何人，你只要把照片放上去，你就会像世界委员那个手势一样，有没有？他已经变成了是有这样子的模板在了。所以已经到了就是说你只要把不是这个画面也太吓人了。对，我们只是请我们的制作单位帮我们这样刷，结果每个都在游刃有余，是每个都在匆匆忙忙，是每个都在没有出席。而且你知道他只是换了一个照片，我把我照片放上去，结果每个人都变成世监委员，有14亿种版本的世监委员，所以你就知道反攻大陆现在真的有人做到了，王世坚做到了，这不可思议啊！其实在中国的4中全会突然爆红，最主要原因其实要感谢一个人，中国的一个歌手叫王勃的，他自己把世监委员的过往的一个相关的问政，把它修音改编，然后甚至配上相关的作曲，然后做成一个题目叫做成了一个歌曲叫《没出息》，就是这个人做的。对，就他做的，而且我跟你讲他开始做好之后，旁边开始有人吉他就进来了，旁边有人钢琴就进来，所以一个玩手的创作就出来了。事实上，今天有人特别去问世监委员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2年前才有手机。他说我2年前才用智慧型手机啦。对，然后他说我这辈子没去过中国，我其实搞不清楚。但他说网络上是人才、天才、鬼才都有。叹为观止。我跟你讲，事实上就是这样。世监委员他其实不太担心什么那个什么 TikTok 统战啊，什么有人要进小红书啊。他说你为什么要进小红书？我们可以反攻回去啊！他真的反攻了，他真的反攻回去。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因为习近平他在他执政之下的中国让人民苦不堪言，所以大家不敢讲，大家不敢骂，只能用世监委员这首歌道尽自己的一个无奈慧珍，我们前几天才讲说4中全会对习近平有多重要，所以他们有个行动叫清朗行动，就说你有任何关于对于我有不好的，我全部都删掉。结果没有想到今天竟然因为一首歌，他也没办法进了，但说出我的心声了。是，然后现在呢，你知道吗？我们都知道，你刚刚提到那个，好像有人就讲说那个苹果就是高级货，对，安卓好像就感觉像是比较平价货，对，那呢就觉得好像有一个负面标签。那之前有一个算是还蛮舔共的一个这个也算是政治评论员啊，结果他就讲什么？然后呢，他就讲到说，我如果哪一天可以反攻中国的话，反攻台湾的话，我告诉你，我捐出1个亿啊！那这句话的人家就想说，你是高级黑吗？你捐出1个亿，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补教老师非常有名的补教老师，但是他事实上是蛮护卫所谓的中国派的小粉红的，所以他就直接讲，他说哪一天真的要那个拿下台湾反攻台湾的话，我就捐出1个亿。大家心想说，那是因为你认定你不会中国拿不下台湾，所以你才讲出这种话吗？没想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一个言论竟然也被禁评了，也被禁评了，捐他1个亿也被禁评了。对，那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在这4中全会之前，不能有任何对于中央有任何的指责，或者只是说一种他听起来认为你在反讽他的言语。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包括世监委员这首歌没出席会红遍全中国。因为我们刚刚看没出席有非常多的版本，甚至真的在中国这么多人会唱，这么多人模仿，甚至还有各种的其他的画面来出现。我们笑完之后觉得就笑而已嘛，但没有你跟我讲说，原来这个是什么？这真的是有政治意涵是在里面，从那个人编曲到发送，到这么多人转传，到这么多人模仿，这个是有玄机的。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四中全会要召开的时间点。对，那刚好中国现在内部来讲的话，人民心里是闷的啊，对，闷的你要讲不出来，那怎么办？只能透过歌曲去抒发自己的情绪，还要透过不是吗台湾的，对，然后现在来讲的话，王世坚议员其实早就在中国大陆非常红，哦因为我曾经跟他们这个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常常提到这一位委员哦，那现在是议员，以前是议员，对现在是委员。你知道，当这个2019年10月以前，自由行还都能到台湾来的时候，你知道打卡最夯的地方在哪里吗？在哪里？就是他的服务处。这是王世坚的服务处王世坚议员服务，处你看到他的服务处刚好就在所谓的吉林路跟长春路的对交叉口那附近，所以刚好就有，比如说真的哎，对，刚好那个所谓的那个吉林省长春市人啊，就跑到他那个地方说，哎，我来看一看有没有，哎，真的还找到王世坚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王世坚哦，基本上嘴巴哦，他就基本上口不遮拦，对他基本上有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什么真男子啊。就是性情男子啊！啊，你基本上你有什么就表现什么啊，我什么都承认。哎，我要跳海我就跳海。他特别什么？恰吉宝宝大概是在大陆最红的议员了。南北菜从一起串联，就这么简单。是啊，所以你看啊，当时自由行哦，陆客到台湾来的时候，都一定要到他那个地方去打卡，而且变成网红的景点哦。但是后来，当然他跑到别的区去选立委之后，现在陆客自由行也没办法来，所以当然就没有到他地方这个打卡。但是你知道，他当时的确在对岸来讲非常红，但问题是他自己也没有去中国大陆。对，那对岸来讲，哎，现在。其实国台办也没有把它限制为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制裁对象哦，哎，这也是蛮奇怪的。但是这个抖音哦，我觉得这个本来这个抖音本来这个或者是它的社群团体啊，本来一开始的话只是在模仿王世坚的手势，对，而且他们会觉得说，哎，王世坚讲话怎么会好像很有节奏感？对，因为他是学小提琴，他是会拉小提琴的，学音乐人嘛，所以他本来讲话就会有节奏感，然后再加上呢，因为学手势完之后。再配上音乐，配上背景音乐之后，发现哎还蛮合的。后来再组成这个曲子，所以这个曲子其实在他的抖音，他在这个网络上来讲的话，已经大概至少有2个月左右的一个红了哦。啊，只是后面来讲这一首，对这一首没出息，才在这1、2个礼拜当中才窜红起来。对，所以什么意思呢？其实哦，对岸来讲的话，按你说要抒发。这个自己的闷的地方，那你说，哎，本来从容容讲的是谁？哎，习近平本来是好好的一张牌，中国的好好一张牌，为什么打到最后来讲的话，要变成什么？匆匆忙忙。对，匆匆忙忙啊，连滚带爬。本来那个是王世坚在消遣柯文哲政府的，结果现在变成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友就借由他的嘴，然后来消遣中国政府。玉凤，我们花莲才发生了这个马太安溪的这个事件。结果大家现在很怕是什么？很怕又被说又在有个新的题，如果有雨水下来的话，那危险性非常高。结果你看到为什么会这么怕？你看到这是越南的，越南也有像是这种坝，这种坝跟我们之前谈的一模一样。你开一个小小孔之后，接下来大雨下去，整个都垮掉了。越南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麦德姆台风，然后外围环流造成影响。而这个地方呢，不是一般的堰塞坝，它是一个水力发电厂，所以呢，它原本就有一个主题，它的阻挡它的一个坝体。而呢，坝体来讲的话，就跟花莲那个一样，它是先溢流过去，结果呢，告诉大家，你家有一个水，你家有一个缝口，水就直接无情的冲倒，所以呢，它就直接整个坝体溃堤之后呢，你看到这些滚滚黄流全部冲刷下来，而冲刷下来的情况之下的话，他们山脚下在亮山这个地方，他们山脚下其实是有村庄的，而他们目前为止村庄竟然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撤离成功，所以呢，他们假的这个水撤离走了，这个水很快哎。对，所以呢，他们已经知道有这个危险，慢慢的水位起来之后呢，有人在监控，有人在监控的情况之下的话，当真的有溢流的时候呢，就叫下面山上有溢流，下面赶快撤。所以呢，当整个坝体溃堤之后呢，其实他们就跑掉了。他就说哈，其实上午的水位还是平稳，但是大坝溃堤之后呢，水势暴涨，短短2个小时内就淹没了1楼，所以呢，他们全家人是逃到2楼去避难。对，而有些人呢，因为他家里是没有2楼的，那你们2楼你要怎么样？赶快闪啊！所以呢，他在清晨5点的时候呢，就被通知要赶快撤离。那撤离之后呢，你知道吗？他们家是有监视器的。看家里的监视器哦，中午的时候水位还在门口，但是到下午4点的时候，已经涨了2公尺高啊，2公尺，最后整条街道都变成河了。这就是他们有在观测，然后呢，观测之后呢，你看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没有成功撤离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灾情会有多么的一个严重。对你光看这个空拍。真的是太可怕了！你整个水力发电，什么叫水力发电？你一定要有一个很高低的一个落差，然后呢，你的水量一定要够，你才有办法来做一个水力发电。整个炸开之后呢，就是变成这样子，水乡泽国。对。全部亮山省的三角民宅都被淹没了。那除了这个亮山的情况之外的话，麦德姆台风来说的话，还是让其他的地方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灾情。在越南望湖县这个地方，医院原本要救灾救难的，结果呢水就冲了进来。冲了进来之后呢，你知道吗？护理人员跟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只能看到他们的柜台就早就被冲走了。然后呢，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2个，一个抢救病患，另外一个抢救药品。药品泡水那就没有用了，而他们的病患的话，因为这个医院里面有很多都是慢性病的病人，所以呢，你一些这个比较多高血压的药，你要赶快去抢救啊。然后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看到越北很多地方已经淹起来了，甚至呢，民众牵机车的时候呢，原本是好好的哦，可是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人非常的脆弱，淹太高了吧？他其实很辛苦，他好不容易把学生的抬起来了，全部都弄在他的autobike上面，然后呢要慢慢的行动，结果公车过去就变波浪了。对，这个波浪就把他击倒了。好，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比较少看到越南总理范明正亲自出来了。他就直接到了灾区，然后呢穿上了这个救灾的背心，还有这个赶快带着他的这个越南的国防部长过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政治体系其实是比较特别的，所以他是根本是穿一个这所谓的救生衣，然后一个进去看灾民，甚至连食物都是亲自给他的吗？因为他们的政治体系直接由他们的这个总理发动之后呢，对，那就是一条边了。对，他们一个去看，然后呢，直接把空投物资，你要谁才能够空投物资？你就是要军方才能空投物资。所以呢，当你的总理范明正去了之后呢，整个军队他们就是党政一条边啊，整个军队甩起来之后呢，就是把物资给丢进去。因为很多人他受困在2楼，而受困在2楼的情况要怎么样呢？你不能坐以待毙啊，你必须要物资才有办法有东西吃嘛，那你要慢慢的等水退，所以呢，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啊。然后这个只是麦德姆台风的外围环流哦，如果真的继续影响下去的话，其实对越南来讲还有很难过的一关。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